今天来整个实用的纯本地部署语音转文字大模型。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般的猛官方数据30多甚至40个小时的录音，10几分钟它就可以把它全部搞定。支持中文、英文、日文加起来10几个国家的语言，完全本地运行。先说前提要想整这个东西呢，你需要一张显卡。有人要问了哎呀，我这个10年前的显卡能不能跑呢？听好了老显卡、破显卡、二手光卡通通没有问题。为了证明这个东西它的门槛有多低，我今天特意翻出来一张退役老将只有4G 显存的 GTX 960，今天我就拿它来做一下测试。当然了如果你说你连老显卡也没有，纯靠 CPU 能不能跑？也能跑，无非就是从高铁变成了绿皮火车，速度稍微慢一点嘛但是它早晚能够到站的。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干。你先去注册一个叫豪根飞驰的账号不要听到英文就头大注册登录进去之后，你看到它最上面那个长得像放大镜一样的搜索框了吧你就把这串名字给它放进去，直接搜，不要打错字了搜出来你会看到页面的中间它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同意并接受许可协议，不管3721点它，点完了之后把鼠标往右上角挪，点你的那个圆圆的头像，下拉菜单里面找到设置，点进去，然后在左边那一排的菜单里面找到一个叫做访问令牌的东西，点它。进去之后右上方它有一个加号意思就是让你创建一个新的 token。 这个时候权限怎么选呢？这么多，你听我说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盯着那个写着存储库的一栏，找到第3项就是那个带读的权限的把它勾上不是勾第1项那个不一样。勾完了之后随便给这个 token 取个名字，比如就叫做老王用来转录音的，然后拉到网页的最下面，点击创建。这个时候屏幕它就会弹出一个框框里面有一长串以 HF 开头的乱码，你现在就要立刻把它马上复制下来，存到电脑的记事本里面去等一下我们要拿它来使用。我们现在来整环境，你去下载一个叫做 Mediconda 的东西到它的官网，直接把网页拉到最底下。你用的是 Windows 呢，你就下 Windows 版的不要下错了。记住是右边那个轻量级的 Mediconda不要去下左边那个完整版，那是给写论文的科学家用的，我们用不着存储占空间。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哎呀我以前好像跟别的博主装过那怎么办？不确定的话，你就打开一个终端，输入这个命令，如果它跳出来一行字比如说像我电脑上面的这样显示这个 24.11.3， 那就说明你早就已经装过了，这一步你就可以省了没有装过的朋友，那么你可以双击下载好的安装包，一路下一步，最多把这个安装路径从 C8 改到 D 盘闭着眼睛都可以装完。环境装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开始做事情了接下来去你的 D 盘或者随便哪个空间大的盘新建个空的文件夹，然后在你的电脑屏幕下面那个搜索框里面，你就搜 Anaconda Prompt 这个提示符，认准这个图标，点开它，长得跟系统终端是一模一样我们先去把路径切到你刚建的文件夹里面，然后我们要给这个语音模型搞个独立的虚拟环境，复制这一行命令，然后把它扔到终端里面回车，它就会自己跑代码了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要动就让它跑，跑完停下来之后，你再复制第2行进去激活它，然后敲回车，看到没有？现在这个命令行的最前面它就多了一个括号，里面写着 QLASR 自动语音识别，看到这个括号就算是已经建好了虚拟环境有了，现在就要请一吨大神进来了那就是那个带 CUDA 的 PyTorch。 通俗点讲，这个 CUDA 就是让你的显卡能够加速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时候你又要弄清楚你的显卡到底支持哪个版本的了你再另外开一个普通的终端，输入这个命令，然后敲回车，看输出的表格，你就盯着右上角那一行字，看上面的这个版本号像我这张960，它上面写着最高支持到13，那就意味着等一下我要装的 CUDA 版本绝对不能超过13。另外这个显卡驱动它也很争气是没有问题的。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带括号的终端里面来，有人在这里就要问了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装过这个 PyTorch， 那是不是就不用装了呀？我在这里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必须装不能省。
我们现在在这个叫做 Cohere 的虚拟环境里面是互相隔离的，所以你要重新安装，把装拍土耳其的这个命令复制进去，然后回车。好，有2个多 G 的下载包哈，可以休息2分钟了。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再把剩下的这些依赖库也使用这一条命令给装上，回车继续等它跑。跑完了之后，整个基础就算是已经打好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最缺乏的就是信任了哈，我们要来测试一下这个东西它到底装对了没有。不要等一下显卡没有用上哈，全程拿 CPU 跑。在这个终端里面，你就敲入 Python 这个字母回车。然后输入第1行命令回车，如果没报错，说明装上了哈。接着输入第2行命令，结果出来了哈 2.6.0 加 CUA24， 那么对得上的。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句哈，随便输入之后，然后回车，这个屏幕上面它会返回一个叫做真的这么一个东西哈，true说明你的显卡已经成功的被唤醒了。就按 Ctrl 加 Z 退出这个 Python 模式，我们接着往下面整。好，现在回到你的底盘那个新建的文件夹里面哈，把这个 app.py 的文件复制进来，用记事本把它打开，里面有2个东西哈，我要提前说一下。第一，在代码的最上面第1行哈，它有个关于系统路径的设置，就是那个 OS 开头的，我已经帮你写好了。它会强制把下载的模型存到你的底盘里面，你不加这一行呢，这个豪根飞斯哈，它就会偷偷摸摸的把模型放进你 C 盘的隐藏文件夹里面，到时候你找都找不到。这个路径你可以自己改，想放到哪里哈，你就放到哪里。第二，往下面看，有个带双引号的地方哈，里面写着让你填 token， 把你刚才在豪根飞斯上面注册的那一长串 HF 开头的密码完整的粘贴进去，千万不要多了空格哈。填完了之后，按 Ctrl 加 S 保存，关掉这个记事本，回到终端，确保你的路径还是在这个新建的文件夹里面哈，它前面还是有那个括号，就是在这个虚拟环境里面，然后输入启动的命令 Python app.py， 然后回车，它开始自动的拉取模型了哈，一共有 4.13 个 G， 根据你的网速可能要等一下。模型下载完了，但是在最后启动的时候出错了哈。那么不要慌，为什么会报这个错呢？可以看到这个报错的信息啊，说是因为豪根飞斯他们自己的官方主角库跟这个 Cohere 模型的字幕时间错功能起了冲突。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模型它比较新，官方底层的代码呢还没来得及适配这个生成字幕的功能。那么没关系哈，我们活人不能被料憋死。既然字幕功能呢暂时报错了，那我们就给它改一下脚本。我切回终端，稍微补救了一下哈，用这个音频处理库的命令重新给它整一下。改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运行一次启动的命令。这一次它就不需要重新下载那个4个 G 大的模型了哈，因为刚才已经存到底盘了，它只是象征性的下载了几个配置的小文件，走的本地缓存，以后的启动它都是秒开的哈。跑完之后，它立刻就在浏览器里面自动弹出来一个本地的网页哈。看到这个页面，你已经成功了 90% 了。在页面的左方，它有一个可以上传音频文件的地方，还有个麦克风的图标哈。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对着电脑说话，它实时给你转成文字。这个功能今天我就不测试了哈，费喉咙，直接测试传文件。下面它有2个选项，一个英文，一个中文。其实吧，这个模型它自己能够听出来你在说什么语言，是可以自动识别的。但是我这个人嘛，有时候录音哈，又说中文又跳2句洋文，我怕他脑子呢转不过弯，会乱来，所以就在代码里加了这么一个强制说是语言的功能。我就不想动脑壳啊，说中文我就给他说是中文。好了，我随便找了个音频哈，就拿我上一期视频里面随便切的一段声音，很短，大概只有9秒钟。我给它扔进去，语言就选中文，点这个橙色的提交按钮哈，右边显示模型开始跑了。可以看到它没动静哈，又出错了，没有跑起来。人生就是这样哈，起起又落落。我又研究了一下刚才的终端哈，发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用了豪根飞斯的最原生的方式去传这个强行锁死语言的参数，结果它底层又不认。没有关系哈，办法总比困难多。我再把代码给它光速改一下哈，不用原生的，然后保存，重新在终端里面运行启动的命令。好，网页又出来了哈，我再把刚才那段9秒的音频拖进去，然后点提交，看到没有？这次成功了哈，这回顺滑得很，
右边的框框里面呢，它直接输出了文字，而且底下还生成了2个文件可以下载，一个是纯文本的 TXT 格式，一个是带时间轴的这么一个 SRT 格式的字幕文件哈。我把这2个文件给它下载出来，先看一下这个纯文本，文字准不准，一字不差哈，标点符号也给你加得明明白白的。再看这个 SRT 字幕文件，时间戳也吐出来了哈，你看这个格式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是这个时间到底有没有对准呢？我还真不知道哈。我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测试，9秒钟太短了，我直接给它上一段长音频。这是我上期节目的原声录音哈，17分钟，直接给它传上去，然后点提交。这时我的这张 GTX 960的风扇就开始轰鸣了呀，它真的跑起来了哈，它在燃烧自己最后的青春，显卡利用率是直接就拉满了。等了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具体没有掐表哈，大概也就是个泡面的功夫，跑完了。17分钟的录音，洋洋洒洒1-2万字哈，全部转出来了。旁边那个字幕文件，它也静静的躺在那里等着下载了哈。事实证明，这个模型它对硬件的要求真的是低到离谱哈。我这张老显卡它都可以跑，要是换成你们手里那些打游戏的显卡，估计那个速度啊，真的会跟那个闪电一样哈，而且出来的文字精度它应该会更高。最后一步也是搞视频自媒体最关心的了哈，这个字幕它到底能不能直接使用呢？我打开剪辑软件，把音频给它拖进去，再把刚才生成的那个 SRT 字幕格式的文件往时间轴上面一扔啊，它自己就贴在轨道上面了哈。仔细看了一下，说实话对的还算整齐，但是呢也有点小瑕疵哈，就是它有的时候一句话给你切得太长了，也就是整块字幕在屏幕上面停留的时间太长，或者这个字数太多。这可能跟我个人的语速或者说这个口音有关系哈，断句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也没办法呀。我发现目前哈还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100%听懂我的普通话。到了这一步，那么还得靠你自己在这个剪辑软件里面哈，拿出刀片工具啊，稍微手动的这么切几下，调整调整。但是总体来说哈，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啊。我之前为了做字幕呢，用的是那个 OpenAI 开源的那个 Whisper， 也就是你们说的耳语模型。也是用的这张同样的显卡来跑哈，那么我跟你说那个速度简直了哈，非常的慢，而且还经常发癫，有时候一句话给你重复个10几次，或者干脆那个时间轴都飞了。相比之下，今天装的这个东西呢，它的速度哈，绝对是完爆它的，而且字幕和声音对齐的这么一个准度也更加靠谱一点。那么好了哈，东西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今天这些视频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哈。喉咙都跟我整冒烟了。如果这套流程呢对你有用哈，不要光看，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点个赞，给我个订阅。操作的时候，不管你是哪一步报错哈，只要有跑不通的地方，直接就在视频的底下的评论区留言嘛，不要害羞哈。只要我看到了，我都会一条一条的给你们解答。好，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